咱们今天呢，接着说三国的人物。说完关羽之后呢，咱们就要说到张飞了。那么张飞跟关羽啊，有一点挺类似。新三国在选角的时候，主要是选一个形象，就说张飞这个形象啊，到底是什么样？应该说是深入人心啊，都知道，起码得是那种脑门往前一点，眼睛瞪着，眼睛努着，腮帮子鼓着，两臂一较劲，胳膊上起筋线，都得是这样人，一个大汉形象，然后胡子非常多。那么他性格上呢，倒好演了，脾气暴躁，性目烈火，有时候有那么一点粗中有细。所以最关键的呢，是得在形象上选对了。咱们前面说于荣光演关羽啊，这形象稍微差点。那么新版三国里，这位演张飞的演员呢，我觉得形象同样差，显得多了几分这个柔媚之气。那怎么张飞还有柔媚之气呢？你看这版的张飞有酒窝，而且一笑起来显得傻吧唧，特实诚，不像一个已经是中年汉子的一身杀气的那种猛张飞。这个猛字儿应该说他没有刻画到位。那么说张飞长什么模样呢？三国演义里写的明白，身长8尺，抱头环眼，声若迅雷，势若奔马。但是这几句比较虚，要说比较详细的描述这个张飞外在形象啊，咱们有不少朋友听过传统相声八扇屏，里边有一段贯口叫莽撞人，就说张飞长什么模样。说长坂坡上这不是把赵云接过去了，曹操一看说，哎呀，昔日曾听关羽关云长对某家言道，见张飞抱头环眼，面如润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灰，海下扎里扎撒，一不刚然，有如银针，恰似铁线，头戴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朱缨飘洒，上嵌八宝，云罗伞盖，花冠鱼肠，腰系黄丝绦，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马万里烟云兽，手使丈八蛇矛，立于桥头，高声断喝，大喝一声，曹兵退后，大喝2声，顺水横流，大喝3声，当阳桥断。后人有诗赞曰，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100万军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莽撞人。所以说张飞的形象基本上你得按照这个来才能被大伙认可。那么我们看老版三国里张飞呢，基本就是按这个形象来的，尤其那双眼睛瞪起来之后都要突出眼眶子之外了。张飞这双眼睛是他的神。我们看这个新版三国这个演员呢，据说是一个健美教练啊，还在俄罗斯工作。导演高一希把他找了之后，他是毛遂自荐，我就一定要演张飞。说好，你演张飞行，你先练眼神儿，那你这眼睛瞪不起来不行。说这演员回家呀，练了这个1个多月，把眼睛瞪起来，能瞪圆，能努子出来了，这才算第一关合格了，让他演张飞了。那么说张飞他最终这个扮相获没获得大家认可呢？我觉得和关羽一样，跟老版一比啊，新版里边这个张飞的扮相好多人不认可。这一个这个酒窝长的张飞就有点媚气了，这不对。再一个显得过于白净。如果说这些很多人还能容忍，最难容忍的是张飞这里边这个250台词。你看这里边都是这样，张飞、关羽、刘备这哥仨一出来，没等刘备对一个事儿发表看法呢，张飞一定是先说话的，不是带俺戳他1万个透明窟窿，要不就是一把火把这房子烧着了，再不索性他奶奶的咱走了，怎么这类话。完了关羽保准一句，三弟啊，还是听大哥的吩咐。完刘备一般是三弟不可造次，三弟不可莽撞，三弟不可大意，基本上都这些台词，显得什么呢？我管刘关张组合这2个阴谋家加一个250。刘备跟关羽看着就跟俩阴谋家是什么事不吱声，低眉啊琢磨，等张飞当枪使往前奔。其实这种搭配啊，是咱们不少的这种脸谱化的电视剧里常有的。你比方说这个，我倒觉得这搭配有点像什么，像这个《西游记》。《西游记》里边那沙僧基本就2句台词，第一句台词是大师兄，
师傅被妖怪抓走了。第二句台词是大师兄，师傅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，就这两句台词。完了，孙悟空说：“哎呀，大师弟不要着急，我去，你看这三国像不像？刘备没吱声呢，我怎么样？刘备三弟不可造次，不可莽撞，都是城市化、连属化的这种台词。所以我觉得这种搭配不可理在哪？大家别忘了，这个张飞呀、他不同于李逵。李逵呢是有勇无谋，真是莽撞，就听宋江的话，有时候宋江话他都不听。可张飞不是，张飞粗中有细，他不是没研究，有的事他眼中一转也能记上心来。老满三国里边这点把张飞塑造挺好，就除了脾气暴躁之外，真沉下心来他能想点招。张飞他粗中有细呀，在于他有一些细节他会用计。你比方说长坂坡那一段，救了赵云，他之前呢想让曹操怀疑他是带多少兵，不敢贸然进军，他整了几匹战马呀，拖着些树枝在树林里边来来回回跑，结果弄得烟尘四起。曹操一看，呀，这里有多少人呢？当然他这个用计呢有用穷尽的时候，撤走的时候吧，把挡阳桥彻底都拆断了。诸葛亮就怪他了，说你不拆桥，曹操不敢过；一拆桥，你这不露怯了吗？所以说，张飞使计他是一步一步的，先会点儿，然后再扩大，然后再总结经验教训，他有一个过程。所以说现在新版这个张飞，从他一贯鲁莽表现看，咱都不知道他这过程是从哪儿来的。张飞用计还涉及到什么？他在那个树林里边啊，用马来拖树枝，烟尘四起，后来都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场的那个时候，沙漠之狐隆美尔把英国军队打得节节败退。这时候没办法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出阵，但是很想速战速决，就想用疑兵之计啊，把隆美尔从北非吓退，这样全力以赴分欧洲战场。他采用什么办法呢？弄了500多辆卡车啊，在这个地方来回的弄得烟尘四起。隆美尔不知道这英国军队有多少，最后隆美尔疑心很重，带兵直接从北非撤了。所以这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有直接影响。咱们可能说蒙哥马利这招啊，没准就从张飞那学的。可是这新版张飞，我感觉这台词轮到他那都是250台词，全是不经大脑思考的弱智台词啊！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。完，刘备把他压住。但是说实在的呢，这种设计我倒觉得恐怕是导演有意为之。为什么有意为之呢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，就有这样的，比方说教育孩子，家里头严父慈母嘛。要是这个父亲严厉点呢，母亲就得慈爱一些；要是母亲管孩子，那父亲就得这个宽厚一些。所以这个家里头都有唱红脸的，有唱黑脸的。那么我们看在单位工作都是如此。比方说你出去办理一个事业上，保准有人这个事儿很不好办，另一个人说我们还可以通融通融吧。俩人这么搭配着才能得最大的好处。这咱们说有的个别的地方的那个派出所经常是，比方说办案，弄了一个办的孩子，已经成年了，但是还小，要审他，说你打仗把人打坏没有？他死不承认。一般公安干警采用的办法都是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黑脸，出来一个就干警，你赶紧说什么？甚至有的时候动手。这个孩子还不交代，屋里边走出个老警察，50来岁，去干什么呢？你家没孩子啊？孩子别着家，别跟他一样的啊！你这么点孩子犯点错误，那怎么就不能原谅呢？孩子，你跟大叔我说吧，你这没事没啥太大事，不就打个仗吗？给人打坏你说就得了。孩子一看见着亲人了，有啥说啥，对他好吗？口供就这么下来了。这是一种方法。那我们看刘关张三兄弟，有的时候就是互相之间担当这个角色。其实你不要看张飞净250台词，那是给刘备当托的。就说他把刘备心里头某些真实想法给说出来了，然后让对方感觉到了刘备在打圆场搂回来，显得自己是谦君子，显得对方不占理。你比方说对吕布吧，就最典型，他这装好人，
显得刘备是谦谦君子，仁义道德都在他身上呢。其实他把真实想法通过张飞这一吼叫、一鲁莽给泄露出去，让对方感知到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导演本来想安排刘关张仨人三位一体，这刘备呢是主心骨，关羽张飞就是个托，关羽在中间带一下，张飞是那个往前冲的当枪使的。张飞暴露一些真实想法，然后刘备打圆场。我估计导演想设计成这个方式，可是呢，这个张飞这托当的有点太明显了，轮到他那都写250才死，再怎么差劲，这也不可能沾火就着啊！而且曹操夸两句，曹操说：“哎呀，我宁可这个听你这个骂我两句，也不听那些小人对我阿谀奉承。”张飞，哎呀，说的俺心里舒服死了。这个城府能干什么事儿？这不成地道的250傻瓜了吗？所以张飞虽然鲁莽，张飞可不是傻瓜，不是笨蛋。《三国演义》里写过多少次张飞如何巧妙的用计，两军阵前杀敌背后算计对方都有这个。所以我觉得《三国演义》呢，这个新版三国把这张飞太脸谱化了，让张飞成了刘备的纯粹一个托，纯粹一个250。当然，张飞是员武将，所以你判断他演的好坏还有个标准呢，里边打戏怎么样？由于这个新版三国后拍的嘛，它特技效果做得好，所以这打戏看着比老版三国精彩不少。咱们不妨可以比较一下，两军阵前交锋的时候，这个张飞呢，新版的里边由于打斗场景拍的不错，把张飞这勇猛还真是体现的不错。其实张飞这个武艺在三国里边算不上上品，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，张飞的前6名里他是最后一个。但是张飞打仗有个劲头，勇猛不要命，所以你看不管他拼吕布还是跟马超什么的，对方说实在真忌惮他3分。这就咱们过去老话说的，远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愣的，愣的还怕不要命的。当然后来续说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，不要脸的怕不要钱的，原先就是套不要命的，张飞就是个不要命的，所以别人对他都忌惮3分。但是张翼德粗中有细，和李逵这些莽撞人不一样，所以说新版三国里边，我倒觉得没有把张飞这种用计的过程。你后来张飞也使计策，可是前面一出场这么250个，你能想象他后来在长期的革命军事战争过程当中，这个智谋就成熟起来，缺乏必要的铺垫。而老版三国呢，从人物形象上和这个过程上体现的比较好。就是你看张飞这个人的外形上，就不是那种粗粗拉拉的显得单纯幼稚的可爱，那么个莽撞人，不是那个样子。所以我说新老版一比较呢，我倒觉得这个新版的这个张飞不如老版的张飞那么鲜活，那么真实。那么呢，咱们用了几天时间呢，把刘关张3兄弟这情况给大家基本说说，新版老版比较一下。那么有很多人呢，就是羡慕刘关张，包括咱们现在有的人也想效仿桃园三结义，说你看人那哥仨处的跟一个人似的，而且互相之间呢都可以说生死已知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人这个关系怎么处？说实在，咱们现实当中哪几位朋友要想处的跟刘关张似的，基本没这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大伙记住一点，你只要有家眷、有亲人、有老婆、有孩子，哥们之间的交情就受影响。有人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刘关张为什么开始能处的那么好？他们仨都是光棍。当然这个光棍可不是说是这个就没找着媳妇儿，有故老相传呢，关羽跟张飞都有媳妇儿，两个人要投军呢，就怕惦记自己的家眷，怎么办呢？那时候人也狠，咱把自个儿媳妇杀了吧。可是自己媳妇杀，这得多狠呢？咱俩互相换着给他们。关羽到张飞家把张飞媳妇宰，张飞到关羽家把关羽媳妇宰。而那个时候刘备又没娶甘夫人、糜夫人，哥仨都光棍，互相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。那说那后来人都有家眷了，要不怎么有阿斗呢？怎么有关兴、张苞呢？你俩儿子都有。那个时候都有了孩子有家眷的时候，这个长幼尊卑次序已经形成了。刘备已经是绝对的主公，后来是皇上了。关羽、张飞这个阶梯性已经出来了，
就这不光是自个大哥，还是自个主子了，所以那就相对好管理了。最开始刘关张能处那么和谐，跟仨人说白了2条腿支个肚子，自己吃饱连家里狗都喂了，就这么仨人。光棍跟这个有关。有人说那你说那个这不能有这家眷，说就影响兄弟感情。各位大伙有兄弟之间合伙做买卖的有吧？朋友之间说咱们合伙干点买卖，你会发现别扭。为啥别扭？如果你光棍他光棍，就咱们自个儿挣多少钱胡吃海塞就行了。一旦有家眷，大伙记住一点，朋友之间只能一起花钱，可别一块挣钱。一块挣钱那是合伙人，不叫朋友。为啥？一块花钱到饭店吃饭，我买单，我这有，你看显得很近乎，一喝起酒来，这朋友之间关系上来。可是一块挣钱，毛病就出来了。为啥？你把这钱挣回来怎么分啊？说行，大哥你说了算，分完了，回到家跟自个儿媳妇说，哎呀，我跟我大哥我二哥我们做买挣了多少钱？那你得了多少？媳妇问你说这些，可能你媳妇就说了，哎呀，你真傻，你让他俩给蒙了，啥是你干的，什么资源是你的，这个人是你拉来的，怎么就分给你这点钱呢？他俩是蒙你呢。你心里就琢磨了，可也是啊，这事我干，那事我干，怎么我才得这些钱呢？你为什么心里犯合计呢？你想自己老婆能害自个儿吗？朋友之间关系再好，你好不过媳妇儿，好不过儿子，好不过爹妈，这叫疏不见亲。所以说一嘀咕这事，朋友再做买卖没法做了，结果掰开了以后连朋友都做不成。所以各位听我一言，朋友之间咱一块花钱，咱别一块挣钱。过去就讲嘛，家里有家眷呢，吹吹枕边风，干个什么的，这确实是你们是两口子是一家的，为自个儿的家考虑。你要是光棍说你不考虑这个，就哥们义气就够了。所以说刘关张当初为什么处的那么好？没家眷没啥，到后来各自有亲属了，有物质利益了，长幼尊卑次序也形成了，那一切都可着刘备来，他是咱主公，咱皇上，这个事儿好解决。如果他们仨各有各家眷，还在一起打天下，一起争一城一池，争荆州之类的，恐怕后来也不会那么太和谐。所以刘关张那种感情啊，严格意义上讲是存在于那个时代，我们现代社会恐怕很难复制。今天要说到这个人物特别重要。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咱们每个普通人呢，都可能在生活当中碰到他。比方说你到个饭店吃饭，一进饭店门一看供香火，那供这么一位，谁？武财神关公关老爷。关羽这个人物为什么特殊呢？他很奇怪，三国里边关羽再厉害，他不过是刘备手下的一员武将，他不可能达到诸葛亮、曹操、孙权那么一个高度。可是往后世来看，关羽在中国民间影响那大的不得了。不光说这武财神，你看香港那警察呀，上班之前也给关公上炷香。咱们看好多这个香港警匪片里，黑社会也供关公。而且我们看很多过去的会馆，尤其山西陕西的做买卖这些人供关公。也就是说，关羽成了中国民间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符号，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三国里边其他的人物。那么关公这个形象由于过于深入人心，所以在三国里边呢，成了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。新版三国开播头几集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议论，咱得看看啊，刘关张像不像？其实刘备，你选谁来演的呀？见仁见智，大致是一个书生模样，中年人就可以了。关羽、张飞基本是定型的，因为咱们一闭着眼睛，你想关羽什么样？卧蚕眉、丹凤眼，海下五柳长髯，这形象定死了。所以说，你选这么一个人来演这个电视剧的话，他非得是外形过关不可。外形过关以后呢，剩下事儿都好办了，因为关羽的性格在那摆着呢。第一个沉稳，不太常说话；第二个最主要骄傲，谁也瞧不起。你看在这个京剧里边都是关羽都是
一出场都是抬着脸，而且京戏里边对关羽这样戏专门有个称呼红净戏，哎，这脸是红的，净角嘛，大花脸，而且管这个戏叫老爷戏，像这个古城会啊，华容道啊，总共有那么5、6出戏关公戏，而且武生演员呢，不到一定份上，不敢演老爷戏，不敢演关公戏，就关公成了一个符号，一个形象的化身在那儿。那么找演关公的演员，我刚才说了，性格上把握很好把握，哎，沉默寡言，再加上骄傲，谁也瞧不起就够了。关键是这个形象，如果他这个外形大家不接受他，这关公就砸了。那么我们看新版三国里谁演关公？于荣光。于荣光咱们好多朋友都熟悉，演过大量的电影电视剧，也算是个角儿。那么我们要想评价一下于荣光演这个关公怎么样，咱可以拿老版三国里边陆树铭演的关公比较。那一版可以说扮相非常威风啊，卧蚕眉丹凤眼，而且尤其是一斜眼那功夫，关公那种孤傲劲演出来。据说当初啊，陆树铭拍关羽这个戏，提刀上马，当时正好拍这个戏的场景边上呢有一些武警在那个执勤，关老爷一上马一提刀往前一走，那些武警鼓掌，太好了，这扮相真威风。那么你要拿陆树铭版这个关羽呢，跟于荣光版关羽一比较，你发现于荣光这版差点气候。怎么差气候呢？首先一个呢，不如关公脸部那么饱满，于荣光显得瘦，而且关公是红脸，他再一涂吧，在这个电视里头这个光打的再一不好，显得他面黄肌瘦的，就好像这版关羽啊是受灾版的关羽，跟灾民似的，跟没吃饱似的，显得有点不那么丰满，气场不那么大。再一个，丹凤眼的人呢，在我们生活当中并不多见。于荣光的眼睛呢，不算太大，也不算太小，绝不是丹凤眼。他为了把关羽这丹凤眼演出来呢，他总眯着眼睛，一眯着眼睛，你感觉这个有点装腔作势在这儿，而且总这么眯着眼睛，是总这么演下都容易得白内障啊，这都总眯着眼睛。所以他这个戏整个看下来之后呢，我感觉他这个关公啊，总端着架眯着眼睛，演的比较累。就他这个人物形象上来讲，我觉得没有陆树铭版的好。在香港娱乐圈里呢，有一个人被称为活关公，说什么意思？不光说这个人讲义强，形象上也好，谁呢？狄龙。咱们看有个电影叫《见龙卸甲》，刘德华演赵子龙，里边配角关羽就是狄龙演。狄龙上马之后，眉毛胡子一扮，确实那个形象很威武。他像在哪儿？就像在丹凤眼。这丹凤眼你还不能是像死鱼眼似的，你得挑起来，然后一瞪，显得你威风八面。所以你跟狄龙啊，跟陆树铭比，于荣光版这个关羽啊，扮相咱说实在是差一些。那么从他的性格刻画上讲，我倒觉得没啥技术含量。关羽我不说，一个沉默寡言，一个性格孤傲。为什么沉默寡言？关公他在山西蒲州解良县生人，可是后来呢犯事了。关羽是个杀人犯，搁现在来讲都跟通缉令，全国通缉的这种。你想他要是嘴嘚不嘚一个劲儿说的话，那不把底都漏了吗？所以关公沉默寡言呢，是长期作为通缉犯在逃生涯造成的。后来天下大乱，没人管这事儿了，跑到河北一带出军，这是关公来历。所以他不怎么靠智商。另外一个性格高，光宗武艺高了。这个人有的时候能耐大了，他看不起人；还有一种人好像看不起人，他心里头自卑。你比方说关公有跟人接触，一想我一个在逃犯、通缉犯出身，心里头也不太舒服。所以跟谁接触的时候，他怕露底的时候就对你有距离。一有距离，他显得不近人情啊，不跟你接近的时候显得那么傲气。这就跟我们现实当中说，有的人极度的自傲，是因为极度的自卑，他怕有些事让你看出来，所以显得很孤傲。你看，哎，这是关公性格的一个主要成因。那么关公获得大家广泛的认可，民间为什么有这么大名气呢？首要一点，关公一个核心的优良品质就是忠义，就是我不管跟谁在一块儿，哎，我对你够意思，
你看他对刘备也好，对什么也好，哎，比较讲忠义。而这个忠义呢，是中国道德层面当中啊万古不化的一个优良品质。就是哪怕你这人愚蠢点，哎，你对他好，这个人是个坏蛋，但是忠义这个品质众口称赞。你看潜伏那个电视剧里边，余则成对这个共产党非常温顺，李涯呢对国民党忠义。我们说这两个人如果就从忠义层面来讲，同样值得我们敬佩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香港警察黑社会都拜关公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忠义这个品质无论是黑的白的都认可这是一个好的品质。那么关公在历史上呢，真实的人物啊，应该说没有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描述的这么威风。而且关公这个能耐啊，你也很难说他有多大。三国里边呢，介绍这个张飞呀、吕布啊，那都有精彩的打斗。关公出场，要么是3个打1个，3个战吕布吗？要么是马快刀狠，趁着华雄、颜良、文丑没明白怎么事儿呢，呲楞到眼前了，一刀斩一马将。对于他相识过程当中的武艺，三国里没有明确的描述，所以有人说关公是一个打时间差的高手。他的核心是速度快，上去你没反应过来，给你拿下了。他有一些说法我倒觉得很有意思，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？关公不认识道，就跟咱们现在开车的人说你是个路痴，找不着道。说怎么关公是路痴呢？你看他有证据啊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为的是啥呀？哎，为的是保皇嫂河北寻凶，找他哥哥刘备。那个河北冀州在哪儿呢？当时关公在许昌，曹操的根据地方，31小宴51大宴，上马赠金，下马赠银，最后挂印封金走了。许昌在哪儿呢？在冀州的南。也就是说，关公要河北寻凶的话呢，保皇嫂走应该往北走才能找刘备。可过五关南五关，我们看东岭关、泗水关、荥阳、华州、黄河谷渡头，还有一个洛阳。哎，总共这5关。那么说东岭关、泗水关，咱们现在好多朋友不熟悉。洛阳大伙儿知道吗？洛阳在哪儿？洛阳在许昌的西边。那你说关公保皇嫂河北寻凶往北走，他怎么奔西去了呢？绕了一个大圈子才往河北去呢？就说关公不认识道，所以是错过5关，枉杀6将。这6个人死的太冤，包括古城斩蔡阳的头，他死的太冤了，真的。有人说关公是个路痴，不认识道。还有人说关公走麦城，哎，最后在麦城那儿被弄死了。说这也怨不着别人，怨他自个儿作死。怎么作死呢？人家讲了，这关公啊，这个时候多大岁数了呢？62。这可是史书明白白记载，《三国演义》里说了，说那老将他一样威风。不是，你再看关公客观条件，关公拿着青龙偃月刀，骑着赤兔马。青龙偃月刀多少斤？82斤。一个62岁的老头拿82斤青龙偃月刀，能不能拿动？这是回事儿。关键骑着赤兔马，说赤兔马好啊，日行1000，夜行800，哪儿啊？赤兔马当初是虎贲中郎将李肃从董左手献给吕布的。这个马呀，得3岁口才能上战场，就起码得3岁。那么到了关羽手是什么呢？白门楼杀吕布，曹操把这个赤兔马给了关羽，转赠给关羽。这个时候这个赤兔马已经13、14岁了。那么到了关羽走麦城的时候，这马多少岁呢？40岁。这个马40岁啊，相当于人120多岁。你琢磨琢磨，关公走麦城的时候啊，62岁一老头拎着82斤青龙偃月刀，骑100多岁一个马，你说那不找死的吗？想活都难。当然这都是后来啊小说说评书的人给演绎的，但是总而言之，这反映什么？就是关公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威风，他的能耐不一定有那么大，但是他这个忠义确实让大家敬佩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他骄傲。好多人一提关公觉得牛傲气。你看五虎上将有关公，关公一看这五虎上将名册来气了，不行，怎么不行啊？张飞我兄弟没得说，赵云虽陪我结拜兄弟，跟我弟兄也没区别，也可以。马超马孟死
乃名门之后，那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，可以。黄松乃一老卒，他怎么能跟我并列？关羽这时候傲气劲上来了，在一定程度就破坏了蜀国这个和谐社会，所以最后呢，也破坏了跟孙权这种展示的和谐。最后吕蒙正白衣渡江，把关羽弄死了。有不少人说他自个儿作死。那么关羽为什么后来名气越来越大呢？这个事儿非常值得研究。关羽是一直到元代左右才被真正奉为武圣人关帝。在之前，中国文圣人是孔子，武圣人是谁？是姜子牙，在民间。到元朝的时候，把关羽弄进去。我想啊，这个统治者有特殊考虑。元朝时候是蒙古族统治中国，那么他觉得汉人这种反抗力量很强，那么他就要确立一种忠君思想。哎，你得忠义，所以把关羽搬出来呢，册封为武帝啊，圣人，武圣人。那个时候，关羽从元朝时候开始，跟孔子并列为文武圣人，就可以跟孔夫子平起平坐，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那么有人说这个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个关公后来有关帝庙，而且关公成财神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据说呀，有那么个传说，说关羽死的时候，这不孙权吗？把关羽人头斩下，嫁祸于曹操，把人头给曹操送上。君侯别来无恙乎啊！我们把这人头封上的厚葬。厚葬是厚葬啊，关羽的脑袋跟身子就分两半了。结果他身子这半在荆州这儿，脑袋已经弄曹操的去了，所以关羽死之后在荆州这不得安宁，就成了个厉鬼了。到隋朝时候呢，有个和尚叫智者大师，这智者大师呢到这山上来呢，想把这个山呢，荆州边上一座山修成一座庙。一看关羽冤魂的事呢，就用了7天7夜劝渡关羽的冤魂，就说你呀都有这么大灵气了，你想想你生前杀了多少人，多少人被你身首异处了，人家都来找你索命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一劝，说关羽就听劝了。从那以后帮助这个人啊，他领了一帮鬼魂帮助这智者大师建山修庙。最后这庙修成了呢，这智者大师也在庙里边给关公立了个塑像。所以说从那以后，这关公像呢才进入民间的庙。那么说他为什么是财神呢？很早的时候是山西人供关公，为啥？希望关公保佑他。为什么山西人供关公呢？关羽山西蒲州解良县的山西的好汉，侯宝林说关公战秦琼，那么秦琼山东的，关羽山西的吗？才有两个地方打架吗？这是。而且为什么他是财神呢？大伙儿别忘了，山西人晋商。咱们看乔家大院啊，看白银谷那里边，山西人多会做买卖，非常会做买卖。他们出远门，像乔致庸演曹操那个这个陈建斌嘛，他在演乔致庸的时候不是出外地犯查吗？一路之上多灾多难，希望关公保佑他，自己家乡人嘛。而山西人又会做买卖，时间一长了呢，关公成了山西商人的保护神，那么自然而然这些人很会做买卖，很会挣钱，他不就成了财神了吗？而且还有一种说法，关公最讲什么？讲诚信，讲信誉。说这做买卖啊，有大诚信小诚信，张嘴编个瞎话糊弄人，架上晃一下就无所谓，但是大诚信你得讲，时间长了你这客户你得对他们讲诚信。而关公最讲诚信，所以说奉关公为财神爷，其实是希望什么呢？和气生财，诚信生财，这跟咱们现在观点基本都能接得上。哎，所以这个是山西人供关公，后来拓展到生意圈里都学山西人经商方法，就把这关公给弄来供了。这现在大街小巷，你看哪个地方开个小买卖都是供关公为财神爷，这个称为武财神。文财神呢不一样，有说是比干的，也有说正财神是赵公明的，但是武财神公认是关公。而且供这关公财神呢，民间有不少说法，这财神不能这冲着方向有关，不能冲东，得冲南。为啥？叫财神冲南钱花不完，财神冲东一场空。为什么呢？这跟中国阴阳五行结合在一块儿。财神冲南，南方属火，背后是西方，西方属金，金不是钱吗？
冲南，南火克西金，把钱都收进来了。哎，你要冲东的话，东方青龙甲乙木，西方白虎庚辛金，金克木，你这钱都跑了。所以财神冲南，南火克西金，才能把钱都压下。这民间一些说法，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呀，他不管这个，财神一般供呢都是进了门，正对着门就行。为啥呢？招财进宝嘛。你门开了，给我送钱来了，正好财神爷在这儿，钱都收了。当然，这关公形象也很有意思。平常不是赤兔马拿着青龙偃月刀，财神不是，这手托着元宝，这手拿着刀，就左手托着金元宝，右手拿着青龙偃月刀。我倒觉得这个跟当前形势更吻合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